Pi 2 Day 先驱们快乐！今天是开放网络之前的最后一个 Pi 2 Day。经过5年多的建设和与社区一起成长，从最初的愿景到拥有超过6000万活跃成员的庞大社区的现实，想到最后这个词让我兴奋不已。我为网络建设阶段的社区努力和成就感到自豪和感激，我对未来的发展感到无比兴奋。开放网络不是当前 Pi 体验的最终目的地，而是重要且关键的下一步。随着此次发布，更多的实用程序可以实现，因为 Pi 将更无缝地融入现实世界，可能性无穷无尽。由于封闭阶段，一些实用程序目前被阻止，但有了开放网络，这些实用程序将能够蓬勃发展。例如，我们可以将 Pi 应用程序与传统的邮寄服务连接起来，以运送货物，或者更轻松地与其他已建立的 Web2 和 Web3 网络集成。这对于将 Pi 的可访问性和采用率扩大到主流而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激动人心的。Pi 的封闭网络对于建立和构建安全空间至关重要，让我们能够将社区迁移到主网、微调 KYC 等功能，并构建生态系统。从那时起，我们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和全球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随着网络的开放，我们还能取得多大的发展。正如2023年12月开放网络条件中详述的那样，我们的开放网络之路依赖于整个 Pi 社区的集体努力，包括核心团队、社区开发者和所有先锋。由于整个社区的惊人贡献和创新，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并走上了正轨。因此，在今天的 Pi 2 Day 庆祝活动中，我们将分享开放网络条件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最新情况，回顾自 Pi Day 2024年3月14日以来的产品更新和版本，介绍今天在产品相应部分中呈现的新版本以及技术更新，一睹将推动网络实现开放网络目标的下一步举措，并发起社区庆祝活动。新的 Pi 2 Day 开放网络挑战，开放网络条件和状态。今天我们更新了开放网络3个关键条件的进展情况，遵循 Pi Network 的一贯策略，完成开放网络在技术、产品、业务和法律方面的准备工作。核心团队将继续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本公告的大部分内容将专门介绍该项目向开放网络迈进的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一些未来举措，满足网络 KYC、迁移和实用程序创建目标。在设定时间表时，我们制定了3个主要由社区努力驱动的目标。首先，1500万 KYC 先锋。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超过1200万 KYC 先锋，高于2024年3月14日的945万。许多 KYC 极端案例已被解锁，以促进这一增长。预计随着更多的变革和社区动员举措，这一增长将会加速。其次，将1000万先锋迁移到主网。目前，我们主网上有579万先锋，而2024年3月14日只有450万。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做出改变，以加速主网迁移。请继续阅读本文后面的详细信息。第三，100个 Pi 应用程序。1. 在主网上或以为主网就绪。2. 遵守 Pi 平台政策。3. 解决真正的需求，并为 Pi 生态系统带来实用性。4. 是独特的应用。我们现在有超过70个主网或主网就绪的 Pi 应用程序满足这些标准，而2024年3月14日只有50个。无不利外部环境。我们控制开放网络的启动日期，这使我们能够避免在全球因素可能损害加密货币和传统商业生态系统的时候推出产品。虽然我们目前预计不会发生任何此类事件，但我们也不会忽视它们。我们将努力确保我们的发布时间能够为网络带来最佳结果。这就是总结。详细信息如下：面向开放网络的技术和产品进展。自 Pi Day 宣布以来，核心团队继续专注于推进开放网络准备工作，包括 KYC、主网迁移、节点以及其他举措，例如增长和迁移后锁定的关键优先事项。通过先锋联系，
社交功能和社区活动来建立实用程序和强大社区的努力也在继续。这些与封闭网络的目标相一致，即在主网上实现关键数量的经过验证的先锋，完成开放网络准备工作，以及使派加密货币实用程序多样化。请继续阅读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可用的新更新。与往常一样，本次技术和产品更新侧重于先锋可见、相关且有趣的功能和工作项目，省略了后端的大量工作，但仍然很重要。KYC核心团队开发了多种方法来帮助先锋在申请、验证和批准流程的各个阶段通过 KYC。 新发布，本周我们发布了一项新功能，以解锁许多先锋在 KYC 流程中的障碍。在主网清单中为一些先锋添加了密码更改要求，完成后他们将确保其账户安全，然后再进行 KYC。 今天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上诉功能，该功能首次允许先锋对一些 KYC 拒绝决定提出上诉，并在不同意验证者的判断时提出他们的案例，以寻求第二意见。自 PyDay 以来，我们发布了众多 KYC 功能和改进，以解决卡住的应用程序，并帮助他们进入 KYC 的下一阶段，例如在活跃度检查中添加左右面部角度捕获，以提高准确性并减少出现问题的机会，延迟活性检查，并对适用案例进行多次活性检查，包括那些具有暂定 KYC 状态的案例，这将帮助他们进入下一步。在过去2个月的逐步推出过程中，超过178万先锋已经完成了至少一项活性检查。在许多情况下，重新提交功能将有助于解锁他们，为陷入困境且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们提供了有关 KYC 应用程序和主网清单的下一步行动的更清晰说明。我们还在第2季度推出了各种修复和改进，解决了由于缺失字段、图像混淆、视频转换失败、人脸提取、某些 ID 文档处理的背面、ID 类型选择和 ID 上传错误以及其他背景而导致的不同卡住角落情况的阻止程序技术流程。在整个 KYC 流程中，用户界面和体验得到了改进，以帮助指导先锋准确地完成其申请。现在在整个 KYC 流程中提供翻译，改进了先锋和验证者的说明，以简化流程，对错误条目提供更多信息反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防止未来出现卡壳情况，并减少应用程序被阻止的机会。为了促进更快、更准确的 KYC 验证，我们发布了各种改进来帮助验证者，包括改进算法以及基于数据分析的更细化和实用的拒绝原因。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我们正在分析所有整体活性特征的数据，以提高活性验证的准确性。这也将有助于为评估流程提供信息，以确定暂定 KYC 是否可以过渡到完全 KYC 状态，从而解锁此类应用程序，以便之后继续前进。要了解有关 PyKYC 及其对先锋和开放网络的重要性的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资源。2024年圆周率日。什么是 PyKYC？ KYC 常见问题解答。开放网络。主网迁移。我们正在继续改进最近的更新，该更新大大提高了主网迁移的速度。此次更新是经过认真测试、技术优化和多次修订的结果，提高了迁移过程的效率和整体容量，使迁移速度提高了1倍。这次升级使社区能够利用速度更快的迁移，并使我们能够不断进行改进。正在计划并努力在第3季度发布更多旨在加速迁移过程的更改。主网 checklist 优化有助于提高完成率，推动网络向主网迁移。所有依赖先锋的步骤都集中在列表的前面，以便更顺利地完成，减少批准和先锋行动之间的下降。这意味着一旦先锋通过 KYC， 它们将自动添加到迁移队列中。除了在第3季度进一步提高迁移速度之外，我们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成功迁移到主网后向先锋实施通知。这将使先锋了解他们的迁移状态，并鼓励他们开始参与主网上的实用活动，为其他开放网络目标做出贡献。新版本链上锁仓。从本周开始，成功迁移到主网的先驱者可以自愿在区块链上创建新的锁仓。此功能解决了先锋在迁移后创建锁定的需要，
并允许迁移的先锋使用其迁移的派来获得锁定挖矿奖励，如果他们选择。在派钱包中为主网迁移的派创建新的锁定，将基于2021年白皮书中详述的相同锁定奖励机制提高个人采矿率，从而有助于支持强大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并激励与网络的长期参与。有关此功能的更详细介绍将在未来的公告中发布。节点。为了准备开放网络的节点，我们发布了从 0.4.9 到 0.4.11 的节点版本更新，增强了节点分析，标准化了跨地理区域的节点应用程序，并进一步为节点选择和去中心化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还计划建立一种节点机制来支持测试网和主网区块链之间的切换。Pi 测试网上有超过20万个节点等待过渡到主网。Pi 节点在大规模去中心化计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了解有关最近更新的更多信息。平台 Pnet。Pi 平台在第二季度的主要工作集中在 Pi 广告网络的创建和实施上，并在 Pnet 和开发人员工具上完成了其他工作。此类工作对于 Pi 生态系统以及实现公用事业创建中的开放网络目标非常重要。Pi Ad Network 是 Pi 平台的新组件，也是一个平台级实用程序，可帮助社区开发者将最终以 Pi 加密货币交易的广告添加到其 Pi 应用程序中，并帮助此类应用程序更具可持续性。Pi Ad Network 今年早些时候在 Fireside 论坛上推出，作为此功能测试的一部分。新功能的开发使 Community Pi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能够开始使用该平台，并通过向 Pioneers 展示的广告获得报酬。首批社区 Pi 应用程序正准备集成这一新平台功能，随后将很快推出更大规模的应用程序。详细了解平台及实用程序和 Pi Ad Network 的设计和规划。Pnet 在社区 Pi 应用程序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采用，使更多的 Pi 网络内容和实用程序可供更广泛的 Web3 和 Web2 生态系统使用。Pnet 在整个第二季度也进行了改进和错误修复。最值得注意的是 ，Pi 应用程序欲迁移到 pnet.com， 通过 Pnet 为 Pi 浏览器和其他浏览器提供统一的 Pi 生态系统用户体验。Pi Apps 启用了地理定位，允许开发人员请求 Pioneers 同意并在 Pi 浏览器中共享其设备的位置。目前仅适用于非 Android 的设备，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推出到 Android 的设备。Pi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普遍要求的这一功能增强了 Pi 浏览器的功能，并促进了需要位置信息的 Pi 应用程序，例如本地商务应用程序的开发和服务，并将提高 Pi 在基于位置的业务中的实用性。开发者钱包创建已经开始，开发者开始收到他们之前申请的发送和接收钱包，这将有助于保护生态系统，并通过提高 Pi 应用程序所持有的 Pi 的安全性来保护开发人员和先锋。详细了解这些钱包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帮助开发人员和生态系统。Pi 应用孵化器。首个 Pi 应用孵化器计划是一项为期12周的密集计划，旨在支持社区 Pi 应用的成长和改进，于2024年6月结束。该计划在整个第二季度运行，旨在帮助社区 Pi 应用获得支持和资源需要改进，并帮助实现我们100个主网应用程序的目标。第一批5个社区 Pi 应用程序 Connect Social、PiCatPlace、The Pi2Go、World of Pi Champions 和 Pilot 获得了产品和设计指导以及每月的金钱资助。参与的社区团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Pi 核心团队将利用第一批的经验来更新该程序，并在今年晚些时候启动第二批新版本 Pi 社交档案。最初的社交档案系统今天在 Pi Network 上发布。Pi 不仅是一种加密货币，也是一个社交网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是一个没有个人资料系统的社交网络，出于战略原因，例如优先考虑在网络中实际拥有真实的人。我们已经拥有了数百万人的网络，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个人资料。Pi 社交档案的构建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先锋拥有个人资料页面以与其他先锋和外部社交媒体互动的需求，而且也是一个可以集成到生态系统的不同部分，例如不同的 Pi 的平台功能。需要配置文件的应用程序和程序。
此功能现在允许先锋者通过个人资料图片、Fireside 论坛以及与其他先锋者交友和关注等详细信息来个性化他们的个人资料。社交档案的目标是让先锋在网络内建立自己的互动体验，并在Pi网络内外建立和架起影响力。它最终将无缝集成到整个Pi生态系统中，例如将该功能作为开发人员资源启用。网络统一的社交档案系统将有助于生态系统更加互联，可以提升现有的效用并催生新的效用，并协助网络进一步发展和扩展。炉边论坛定期举办艺术节，艺术媒介不限于视觉和平面设计。5月和6月的艺术节分别以摄影和音乐为主题，每个艺术节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参与度，并且应用程序主屏幕和 Fireside 论坛上的新提要中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内容，丰富了先锋队的体验。由于此类节日是在 Fireside Forum 上举办的，因此对该应用程序进行了许多改进，例如改进为主要应用程序提要选择帖子的算法。在收到先锋和版主的反馈后，我们将继续改进 Fireside 论坛的去中心化审核，以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完全去中心化的社交体验。您可以根据社区准则选择和审核内容。即将推出的开放网络必不可少的举措：制定6个月 KYC 宽限期和6个月滚动窗口。正如2021年白皮书中定义和澄清的那样，为了让网络为开放网络做好准备，需要6个月的 KYC 宽限期和6个月的滚动窗口。作为开放网络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将在2024年7月1日制定6个月的 KYC 宽限期和6个月的滚动窗口，并制定设计规范，以适应系统引起的延迟的极端情况以及以下要求：在前3个月内提交初始 KYC 申请，并在6个月内实现完整的 KYC 状态和迁移。现在是时候制定这个宽限期和滚动窗口了，因为网络需要在2024年进入开放网络，而且大多数网络的 KYC 和迁移过程已经开始工作，并且设计中内置了额外的灵活性，为了适应在此过程中因系统而陷入困境的人们。该法案的颁布只会对我们实现 KYC 和开放网络迁移目标的速度产生积极的结果。将6个月的 KYC 宽限期和滚动窗口付诸实践，将在给予先锋足够的时间通过 KYC 和迁移，同时为人们通过 KYC 创造足够的紧迫感之间取得平衡。这将加速我们在开放网络条件下的进展，也将有助于先驱者的更多推荐和安全圈奖金得到验证和迁移。它还将阻止超过6个月滚动 KYC 期的未经验证的 Pi 迁移到主网，从而给开放网络和网络规划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这对网络和所有先锋来说都是不利的，而是将其释放出来用于挖矿未来还有其他 KYC 先锋。在这6个月期间，先锋必须采取一切可用的行动来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我们将很快发布详细信息和完整的解释，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特定系统原因而陷入 KYC 或主网迁移不会会计入先锋的6个月。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所有现在可以采取行动自行在这一过程中取得进展的先锋尽快这样做，并且所有真实的人类先锋成功过渡到主网，并且脚本编写者获得的任何Pi、机器人或废弃的账户不会迁移到主网，而是释放给真正的先锋在未来进行挖掘。测试网和主网区块链准备。正如最近的节点更新博客中所解释的，要为开放网络准备节点，除了版本同步和升级之外，还必须创建一种允许节点在测试网和主网区块链之间切换的机制。创建一个新的测试网来开发和测试这种网络切换机制，该机制将在节点需要转换到主网时使用。这确保了节点应用程序及其后端都可以处理任意区块链上的操作，从而提供从测试网到主网的平滑过渡。阅读 Node 更新博客，了解有关即将到来的测试网变更、过渡和测试计划的更多信息，以及有关 Node 操作和最佳实践的更多信息。第二次和未来的迁移。第二次和未来的主网平衡迁移正在进行中。当符合资格的先锋等待第二次迁移时，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钱包安全。
与此同时，让更多的推荐团队和安全圈成员获得 KYC， 特别是考虑到6个月的宽限期和滚动窗口，将使第二次和未来的迁移更有意义。您的团队中完成 KYC 的成员越多，您的移动余额中开采的奖励就越多，这些奖金将包含在您的第二次和未来的主网迁移中。Pi 社区倡议，在 Pi Network 内建立强大的社区，对于增强平台的弹性并确保其长期成功至关重要。通过培养一种让先锋感到相互联系和同伴支持的文化，我们可以为强大的网络奠定基础，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社区倡议是社交互动、促进协作和创新的机会，使先锋能够为网络的实用性和发展做出贡献。投入这些举措的时间和资源，对于健康的开放网络至关重要。网络与其参与者一样强大且互联，而且在形成强烈的社区态度和相互团结的过程中，先锋们进一步做好了克服任何障碍并塑造可持续未来的准备。在去中心化的 Web3 未来中，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连接，而 Pi 致力于组织和支持社区活动，包括 Pi Network 内的社交活动就反映了这一点。参加此类社区庆祝活动，并在下面了解更多信息。开放网络挑战赛的进展。在这个 Pi 2 Day， 先锋们可以通过享受乐趣来为社区建设做出贡献。加入 Pi 2 Day 开放网络挑战赛，您可以成为第一个看到新功能、探索 Pi 生态系统、获得独特的应用内奖品，并帮助迈向开放网络的人。这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仅持续2周，因此请不要错过与其他先驱者一起使 Pi 2 Day 成为我们开放网络之旅的里程碑的机会。在此处了解活动说明，并参加应用程序主屏幕上的 Pi 2 Day 挑战。即将举行的公用事业增长黑客马拉松。在即将举行的黑客马拉松中，我们将寻找开发人员来创建专注于通过 Pinet 发展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创新应用程序。黑客马拉松是一种有趣且互利的方式来发展 Pi 网络上的实用程序，从而有助于推动网络走向开放网络。本次黑客马拉松将重点关注增长，因此请继续关注完整的公告和设计原型。Pi 商务应用程序 PiFest。 继2023年12月 PiFest 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全球数千名先锋和商家在其当地经济体中使用 Pi 进行交易。 PiFest 将在不久的将来回归，但这一次有一个令人兴奋的转折，先锋将能够使用 PiCommerce 黑客马拉松参与者创建的 PiCommerce 应用程序来列出和查找本地商店，这将是 Pi 与全球本地商业融合的一大进步。请留意未来几个月的详细信息和完整的活动公告。关于开放网络的最后一点说明，在 Pi Network 即将推出开放网络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令人兴奋。总体而言，由于我们在构建现实世界、可扩展和持久实用程序方面的长期战略， Pi 将为开放网络的成功做好充分准备。Pi 的封闭网络时期是一个战略选择，旨在打造一个不受外界因素干扰和压力的强大生态系统。多年来，先驱们一直致力于在网络内构建实用程序。Pi 2 Day 是推动社区进一步走向开放网络，并花点时间更深入地思考网络开放后 Pi 会是什么样子的最佳时机。当 Pi 成为更广泛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时，我们一定会看到很酷的新用途和应用。最终，Pi 可以与其他加密货币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以及任何其他传统生态系统，例如实体 Pi 商业交易，以及先锋和 Pi 开发人员可以想象和实现的任何其他内容连接。我们知道先锋队的等待感觉很漫长，但这种等待是有目的的。随着等待即将结束，我们为准备发布到开放网络的项目感到自豪。